来了啊！败方选蓝，抢英雄。19版叫自己用过的。败方选红，鲁班纳什没问题，空霍尔都是使用过的。大司命，空尔大司命，这些都不能放了。就第一局用完之后直接搬到现在，是的，没放过。老虎哦，老虎这时候不能留。暖阳的老虎在年总期间胜率极高。公共英雄池还有张良、邵思源都在。邵思源是不太好一抢的。我思故张良，张良。就狼队的几个前排其实都用过了，张飞啊、苏烈这种。班率14.91%，胜率25%。外面是有凯的，对，怎么应对？还有关羽，也没有苏烈，关羽。孙尚香。就3楼看情况出个太乙。因为微博的太乙是使用过了。对。如果你直接是张良、王昭君，那狼队3楼大概率就是个庄周。还有外面还有武则天。对，多得很。公孙离。把公孙离有点顶得出的意思，但如果你不出公孙离出带势的话，很难活。不要，这拿了个丁关羽的，那你2轮班位上的搭子会被搬得很干净。什么王昭君啊、安琪拉、干将这种，直接自己用。是的，决赛1002088要看红狼大战。重庆狼队3楼，海月。因为前3楼已经有关羽这个拆火点了，如果第一时间被张良捏住的话，也能够反拆。其实我是比较期待的，因为这把首先在微博的对抗路是一个纪晓满，那打野位前排的概率很高，对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隐隐有那么点期待，你知道吧？他可能会更拼。对，玩常规套路。狼队第3班王昭君啊，这没问题。下面是安琪拉，好看干将要不要搬？微博第3班是给到了太乙，这边是应该是微博的区域。安琪拉，哇，这每个选位都很关键。凯搬前排。关卡还是有点猛。对，下一个要搬的搭子是什么？应该还是个谭野，把那种前面张良摁住能够扛的全部给处理掉。那就是夏侯。哦，小乔。夏侯可以考虑处理掉。夏侯在这次年总的表现也很不错，几乎都是单夏侯了。主要是按了夏侯有点打不死，没有那种组合的。对。哈哈。其实这个也很有意思，其实我之前有聊过，2个好朋友啊，同时在一个赛事当中达到顶峰，同时位于击杀榜，也是一件很江湖的事情。意义就不一样了。是的，看一下狼队，曹操打野，强度很高啊。这个比较少见了，一般之前就 TDG 使用。主要也是第6把这个英雄很强势了。是的，而且对面也是公孙离。北京微博的粉丝都希望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主场，北京。干将打野位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吗？但是这个阵容理论上是需要一个前排的。风奇那没什么特别的，确实没什么前排了，有什么拿什么了。Counter pick， 游走位，鬼谷子打张良。那这把其实微博的河道会非常难战。是的，让他们踩视野的压力有点大。而且这把因为小胖是打野曹操的原因，关羽基本上是一个纯肉，就直接来正面充当前排的一个角色。这样张良有点按不过来了。对，他就狼队这边的开团手太多了，鬼谷子、海月、曹操、关羽都可以开。他得防着这手鬼谷子，他要按的话，基本上只能按关羽或者曹操。但这2个点
因为他这把配的是一个干将，就说白了，你前面扎尔直接秒了也就秒了。而且鬼谷子和海月可以分开来看，但如果你处理不掉，那就麻烦了。对，他没有那么长的控制时间。来吧，这场比赛也确实，要么就是这场比赛被狼队直接杀死，要么我们看巅峰对决，没时间了。也是到了败局，如果我们还要再继续往下看，那就是鸟巢的年总决赛，所以这应该是最后一次问大家了。也感谢每一位朋友们能在淘汰赛的期间来到我们的七彩盒子支持我们的比赛，也支持你们喜欢的队伍。所以这场败局打到2比3，如此境地，狼队来到自己的赛点局，两支队伍都有想去见见 AG 的理由，都有复仇的理由。那么告诉我，点不点？让现场的队伍听听你们的名字，到底谁去鸟巢？这局比赛可能真的是积分高下，也决生死了。到底是一直以来的强队，这支去年在年总充满了遗憾的重庆狼队，4比2在赛点直接杀死比赛，前往鸟巢红狼碰面，还是这支在夏天战至决赛也是惜败，依旧差1个冠军，而且是想要前往自己主场北京的北京微博拿到这张门票。这就是年总，我们历经1年的时间，用尽所有的准备，打好每一局比赛，但是注定它会充满遗憾，因为这座圣龙杯真的是太难拿了。双方第6局，这把前期的北京微博非常关键啊！他们这把任何的失误都不能出现。依旧是赢下第1局的队伍先拿到了自己的赛点啊！来吧，双方的第6局比赛，蓝色方北京微博，红色方重庆狼队，比分2比3，时间交给诸位。看一下开局，鬼谷子直接帮发一路抢了第1波线，微博直接是3人铁去后清中线，就知道无论是中下都很难抢，清线太快了。对，鬼谷子的优点。先反个小野，再回来拿红隼。这样的话，看一下听月要不要尝试抢一下？哎，看到鬼谷子交吸了，但是方向过来卡位置，一边1个河蟹。这样的话，大概率下路3个资源全都是狼队的。那就看上路了，一人一边，2个没问题。擦肩而过。云花也知道，他如果 P 的话，自己会被纪晓满打状态。主要是去吃那个小兵了。红刀的小胖没问题。曹操这个英雄还是比较吃 CD 的。是的。第一下大招，2技能换大招，躲开，那是被打残了。是的，曹操砍一套，这是区别。鬼谷子出节奏很早就可以出，张良要吃4级。哦，打得很凶。下路还卡了一个线，但其实如果后续每波鬼谷子拉都能逼梦奇大招的话，其实海月的大招你就不好躲了。干将前期都出护甲血了。嗯。压力大，很害怕，压力大呀！最关键的一小局，不能有1点纰漏哦，一刀劈掉。也知道前面他自己很难说出现这种单杀的情况。是的，就做好自己的抗压。对，优先存活为主。樱花这把会跟子墨2个人2人转很久。他现在脑海里应该是一直反复跳动着胖皇的那句经典名言：
关羽不怕纪晓满，前期还真不怕。是的，都4级了，看一下这把的关键选手，没问题啊。两边的节奏点，一个张良，一个鬼谷子。就每一波，其实微博在收完野区之后挤视野这个问题是他们目前比较难的一个地方。是的，暖阳这把的视野压力有点大，只能硬靠状态去挤。但还好他是个梦奇。是的，换别的但是很肉的英雄，可能就更难战了。就狼队这个阵容想打动这个梦奇还是有点困难的，就现在来看。要等4分钟了。哦。 来集中，人齐的4打4，又来了，哎，原地按住反捏，他两边好像没打到同一个目标，是不是啊？草草砍一套，主要关羽第一时间不在正面，这个火很难拆。哎，等一下，技能 CD 了，刚才好像就是听乐这里扎的，是不是一声啊？等会儿我们看一眼，刚那下应该是有机会直接带走，因为最少是8件。对。 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他是护甲学的原因，伤害没那么高。看一下这局的实时预测，现在看下来狼队更多啊，但是更看好狼队阵容的，哇，多很多。这微博又在逆天改命啊！这微博一定要尽可能在关羽不在的时候去找机会，是的，多开一下。一旦关羽来到正面，这个团开火能力，对，就不好接了。微博也是直接拿下暴君，这波也知道关羽过不来，所以说直接暴君给了，换主宰。 换慢图，还有一个人清新的话得注意。刚刚这波已经露视野了，中有线权。听乐换鞋了，梦魇还得限制一下曹操的回复。 鬼谷子这边其实基本上永远是4个人一起走的，双方对中轴其实都是压力比较大的。这把其实两边到达都是要一起挤，对，5分钟之后就得打半途50节奏了。这种视野的掌控就特别重要，就两边其实都有压力，这种的。尽量换塔，都有点躲着打。微博这边推得更快，可以继续。 这应该就是想把关羽给逼回来，然后去抢下波中。但是关羽第一时间并没有回，所以继续往上靠。反倒是线的话，先是被双翔给断掉了。是的，再推一波。但是这波中轴的话是狼队人更多，所以暖阳在尽力的卡着这个视野，狼队也没有冒进。因为关羽要清后线，河道视野的话被微博给占住了，都非常谨慎啊。 但经济差还是狼队这边领先不少的，各自换了一个半途。对，虽然说人头0比0，但经济狼队领先1500。看这单边视野里都是黑的，都只敢占半途啊！然后公孙离突然出现在了这个位置，想也知道蓝区全是人。对，但是这波微博得回防，因为蓝 buff 要刷了。是的，但这样的话，狼队提前踩住了位置。就关羽在正面的话，狼队打团是好打的。这波蓝感觉丢了，感觉应该是没了。 这波就卡了一波时间差，这波再回去收自家的蓝区。主要是队友得靠得比较近才敢去断那个下线，然后回防就会慢一点。正好是卡住了蓝 buff，对面比自己刷新比较快的时间啊。主要是慢这几秒就来不及了。一波节奏，下波还会继续反的。经济第一是小胖。哎，在等队友，但是梦奇的话应该不会开。 菜来，就樱花第一时间永远是靠着半途的，如果正面打起来随时支援，打不起来再回去新线。正面团战需要。打不起来应该就直接往上路就走了。继续换半途。嗯，应该是鬼谷子开的奔狼。一声冲过来，干将原地反吸，但是没有办法，听乐被瞬间秒杀，再打出一个闪。这波但是梦奇这位置有点走不了了。等一下，这个位置怎么跑啊？ 哎，看哪里了？有点还好，距离比较远，换了目标，但是还要追。推伞，关羽抬一脚，有点快，能不能顶回来？ 2条腿跑不过2个轮儿，再跟过来，
自己调整位置保一下再走，但另一边想绕门再拿一手，这波应该不好追了。子墨的极限柴火，这波就狼队想得很清楚，知道你继续想画慢图打镜像，我直接换了个笨狼冲正面，就是看到你公孙离漏视野了，打破镜像的唯一办法，笨狼。哎，拉到了，拉了一个。 拖住外面队友，无限大二技能，拉的是小麦啊！刷盾可以守，这出来脚直接踩。对呀，这出来不就没了吗？但是纪晓满，曹操也被秒了。纪晓满，这样听乐呀，倒3个1换3，哇，这波是被微博打赢了。这波干将直接把曹操秒了。那这样小麦倒的不亏啊。就外面的战斗力，微博这边是更强。而且关羽前面由于那波是追公孙离是交了技能的，是的，他在外面没办法去进行拆火，打散不了阵型。对，这样的话，微博可以推掉狼队的中医。装备的选择，小胖这里是怕被捏住直接秒出的是魔女，听乐这里第2件装备直接是法穿棒，互相针对，就知道你肯定会出魔杠。但一下子微博这波打完之后，把落后的经济直接实现了反超。 两边的比赛就是这样的，每一波都让人胆战心惊，感觉每波打完可能都不一样。对，继续换主宰。就微博经历了上一波被冲之后，他们阵型会抱得更加的紧密。是的，让暖阳一个人顶前面。医生这波再绕，角度再绕，有点好，微博感觉到了，立马往后撤。另一边纪晓满给塔压力，只要让梦琪第一个。 出现在对方的视野当中，基本上狼队就不会开了。是的，其实这个鬼谷子打张良真有说法，一般都是对面有张良的时候自己害怕，这鬼谷子放在那边，北京微博心理压力特别大。其实两边都怕。是的，就你看不到他的时候，一般有张良的一边是不怕的，因为他们视野总是占优的。看隐身那方张良不好捏。是的，他这个中一塔也是个丝血啊，要硬点。张良顶前面不让你推，撑一会儿是一会儿。 要等到10分钟的资源团了。看一下上线不准备晕了，这位置拿技能再探，这草是根本不敢肉身去挤他前面，拿技能把位置挤出来。我的手要更长一点。先过了中线，下线让纪晓满去过。现在右边半途的话，暂时是北京微博的现优。看一下鬼谷子提前去落位了，这个位置，哎，第一时间是没被发现的，刁钻哦，在小草里。这子墨已经在找了，他卡在了后面。 哦，奔狼，哎，绕的下路，这个奔的是哪想冲纪晓满，但是冲不到吧？纪晓满有点难冲了，反手拉了，队友支援过来拉走，但这个位置外面是有点微博的阵型比较好的，小胖侧面杀过来，顶上去，樱花也蓄势待发，油门可能要拧死了，鬼谷子过来吸一手，曹操开大往里顶，这波救回去了。哇，这个位置子墨蹲的确实好啊。对。 就这波如果出来接的话，其实狼队必须派人硬挤这波。但这波的话，子墨的哎顶回来，苍穹什么的都打掉了，有大招，白波默契的状态，这个龙得放，好危险，龙没了。两边这波其实都有点预判到了，就龙队这波想冲，子墨这边也有意识。主要狼队这个闪拉走了一个留了一个，有回跃，那这怎么办？要被守不了了，尴尬，曹操砍跟进来，直接没中。 刚刚拿完暗影暴君的重庆狼队想去点这个中医，这波就是时间差，就差那么估计1秒。微博正好在回家。是的，很可惜。其实子墨第一波断的特别好，但断完之后知道打，而且很细出来留了个2技能。是的，但问题在于断完之后，当他们抢地盘的时候，你第一波看着像暖阳的微博这边阵型摆的很好，但人还没齐，鬼谷子开着圈，加上曹操、关羽一起冲进来的时候。 正面微博所有人都得立马往后撤，太吓人了。对，不可能去吃那个拉的。你吃完拉，然后吃曹操的大招的一片 AOE， 再吃下关羽的 AOE。医生这边做了一个兵甲，那就连续的控。连控，你只要被吸到就必死。有大龙的也不敢打得太激进，还得稳。 这暖阳这把作用就是逼对方来开他，然后让张良有个好的机会去捏。但是就是不开。阿里直被摸了半血了，按了没人跟。小麦手里没大招了，张良。我这4剑耗的还不错。是的，但是拿资源就走，影响不大。
应该要轻中去控暗影主宰了。要等一下海月哦，前面被干将给扎残了。这个场上的局面慢慢的是被狼队抓住了，特别是暖阳这里现在很穷。慢慢过线不着急，应该让孙尚香去拿个红。哦，想直接 run， 把口子给占住了。微博全在中路了，光羽占蓝区，这真挤不过去吧？这怎么往过挤啊？怕直接放卡视野有点害怕的。这河道一眼都看不了。是的，要摊的草太多了。就算梦奇挤前面了，后面的人也怕被拉。是的，你不知道鬼谷子会用哪个位置。而且狼队可以这边不用管前排的梦奇，是的，直接拖后排就行。就在这时候，在微博的视角里面，真的是恐怖游戏。特别是这种越关键的比赛，这鬼谷子的压力就感觉不一样，就心理压力会特别大，加倍了。你会觉得每个槽里都有，就跟那个钟馗那个钩子是一样的。对，随时在等着你。你就总感觉能中，那觉得哪儿都有。就平常感觉这英雄都还好。大龙兵放下，主动权是在他们手。而且微博其实守高地的时候也得小心。小心鬼医生这边可以闪卡视野直接闪息了，卡视野闪息接兵甲一套 ，C 位得往后退一点，得让暖阳顶在前面，尽可能去照一下视野。看一下这波下路，这估计要守高地，得看高地团。感觉微博有没有机会，得看狼队冲的时候给不给破绽，有没有失误。对，要没失误的话，有点难翻的。很稳健，还要等暴君。不给任何的一丝机会。这波如果没压好的话，其实就是翻盘。兄弟，这份赢了拿门票的，10个人都打的超级谨慎、严谨。但是这个龙有点难出来看了，看不了。这时候是真的野区有鬼，野区有鬼，这是真鬼啊！哦，等一下兵线到达的时间。这样能多压一点，多个10几秒的暗影暴君 buff 时间，因为兵线还没交汇，压榨到极致。对，尽可能利用到极致。哇，微博压力好大。这波看要不要奔狼冲？孙二香已经把等会儿孙二香把复活甲穿上了。那这波肯定要打的。高仔，但是关羽这边第一时间露视野了，人不齐，那不好开。等下一波，看一下这波上路，微博这边也很紧张。这个位置第一时间没有给关羽，先被清掉了。狼队也不敢贸然进攻啊。那这波3线得好好卡一卡，不卡3线的话很难压。是的，中线得慢一点清，等关羽清完过来才能来得及。这波应该要冲了，全技能，大家刚刚说到的有复活甲的孙尚香，这波想转下被梦奇看到了，应该被看到了。还是爆压，线又被卡在了塔前，这样的话继续运线，等下一条暗影主宰，这样能卡住鬼谷子的身位，就最起码能防那手鬼谷子出来吸一片。对，梦奇还是免不了的。其他的4个队友要跟梦奇保持大概2个闪现的身位。医生的这个装备就很极致，一速拉满，然后一手防备秒，一手开团。确实不像以前能出2个辅助装。对。不着急了，继续等龙。但这波要断线的话得小心。但是这一堆魔女穿在身上，其实干将现在有点难发挥。应该要开暗影主宰了，这时候微博也是不能出来的，出来压力太大了。微博现在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死守，等20分钟，等狼队压高地失误。对，要么就压高地你失误，要么就真的到了那种不得不去的那种团，我没办法了，再拼一波，就算在路上掉人，我也得往过挤，对，不挤就输了。但前面的这个收益不足以让他冒这个风险。暗影主宰再次被狼队收下。狼队也知道你在等什么呀？这一生绝对他也知道不能轻易出手，出手要么就一击必杀。这波视野之灵是发现了狼队的3个人，但这波线卡的还不错，3条线加一个大的暗影先锋，这波应该要利用一下了。鬼谷子没漏，压了一波，就摸一波线压了半血，能接受。
但这波上路他有点来不及了，转不了了。对，龙先被清弹了，那应该就是等下一条龙兵了。我估计狼队应该考虑真的，他能接受，他是能接受的，他可以接受，我甚至可以接受。就最差对上20分钟，你得出来给我打一波。我等到龙王你出来。对，他是你想让我进，你想让我往上你高地上冲，有本事你出来，他是这个思路。微博现在其实也有点焦虑的，我感觉，他知道不能，现在真不能出去，但他也在想一会儿那个龙王该怎么出去。那尽可能要让 C 位把装备给补齐。对，做好最后一波团战。那到时候可能真的是20分钟的一波决战。小胖复活甲也穿好，真的这个时候就穿着吧，就不能有任何就别出去吃兵的想法。不搞极限操作，别在时候别搞极限操作了，真的，你到时候这个别搞什么换了，别换了，穿上身上吧。这样能够稳定放复活甲。是的，这样的话，龙王之前的最后一条暗影暴君由狼队收下，而且主要是现在的复活甲是有属性的。是的，比之前的好很多。微博继续稳定清兵，穿了3个复活甲，等待4个复活甲穿身上了。20分钟的到来，你这个时候要因为手慢1秒没换出复活甲输了，你不得遗憾一辈子。想再压一波，那这波应该是转上，给在关羽的那一边。尝试性的看能不能再鬼谷子视野是没看到的，吊点，哎，冲一波，只是为了推高地。是的，他知道不能着急，这波看到了，龙王视野就不好站了，慢慢来。但这波笨狼用了20分钟是没有的，但他20分钟等就行了。是的，稍微等一会儿也能好。哦，哇，好在龙王刷在了对抗路啊，那压力就还好。对，这算是北京微博现在难得的一丝慰藉。就卡在这种靠前的位置。狼队想试试看，想不能下高磨掉，是不是龙王之前能把这个下高给磨掉？先被清掉了，强点 ，EA， 然后用肉体卡一下，要点掉了，要把远端高地拿出来。主要是龙王刷在上路，还有30秒的时间能磨，对，迫使他们点了下高的决心。微博急啊，不能让他你不能破我这个高地啊！这高地破了压力有点大。对，还有15秒钟，15秒。感觉是决战了，比赛的倒计时，真的可能是倒计时。这波团微博必须要出来接了，这个应该也不会冲，就是能磨就磨，磨不掉实在不行算了。狼队还有一波线，看看微博怎么挤这个视野，怎么往上慢慢挪。狼队可以先把线给断掉。狼队的想法好像是要把这个下高线给弄掉吗？不是吧？啊，这里冲另外一边。捏住关羽，动手，准备了半天，就为了这一招。站起来之后，曹操你看这边，关羽往上拉一波，鬼谷子进来，曹操反手进去，手里有复活甲，不是特别虚。回头就看梦溪回月交转，挡阳这边对顶不住，关羽砍了一路，反手压过去，再补一刀。张良倒了，梦溪没了。狼队可以直接动这条龙王。这一波微博的角色是没有问题的，但只是因为捏出了纯肉的关羽，并且他有复活甲，打不掉啊！复活甲出来，然后队友到了。这样的话，龙王大概率是有点出不来了，拿下的。是的，那他们几乎就已经是要看到胜利了，看能不能创造奇迹，守住风暴龙王的这波非常困难。拿下龙王之后，狼队将发起最后的总攻，向鸟巢发起冲击。这一波是微博最难守的一波，前面那波是他们谋划已久的这么一波冲击，但是没能够拿到预想中最好的结果。鬼谷子还是有闪现的，风暴龙王可以破3高。带队前进，身上有复活甲，有凛冬，有血手，应该在等下一条龙兵。而且这波鬼谷子是有闪现的。北京微博如何应对？非常难打。这个位置张良几乎就没法捏，回推大招，必出大招，踩一脚，看一下鬼的闪现，回推闪现，4个，一斗劈4个，重庆狼队劈水之过拿下比赛，恭喜重庆狼队晋级2025年。